我一定要把员工通通开除，换成 AI 机器人，节省人力成本。嗨，大家好，我是小李子。老板有时候不是人，也不把员工当人看，总希望员工变成神。以下将分享发生在公司的真实案例。3秒完成篇。研发长，我不明白你们研发软体设计部门有没有带脑袋认真思考和工作？为什么设计出来的程式会让公司的设备老是在撞击？老板，客户的设计需求以及产品规格一变再变，我们当然要花时间客制化研发，设计出适合的软体程式啊。但如果每次都来不及做研发测试和验证，就贸然出击，对公司的信誉和产品品质是很伤的。每次还不是业务先胡乱答应客户需求和交期，也不想想我们研发团队需要时间来针对问题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和验证。我们又不是阿拉丁神灯，说出愿望就立马实现。我也是理工科出身的人啊，不要骗我不懂啦，写程式解 bug。哼，3秒钟就可以解决的事。哇，您是大老板，又是机械背景的，这种话也敢说？您又没有实际参与我们研发软体设计，并且针对每一个案子去修订客户的程式需求，进而帮忙解决问题，所以才说出这种不负责任的话。那你来试试看啊，3秒产出。我只是觉得每年公司的研发费用将近数亿元，花费这么多研发成本，还养了那么多人，怎么得到的产出这么慢，这么没效率，也没有看到好的成果绩效？倒不如我改养 AI 机器人算了，像 ChatGPT 人家也会写程式。老板，您可能没有实际操作过 ChatGPT， 它写简单的常规的程式虽然可行，但目前只能辅助研发或开发者编写生成程式码。它的数据是来自于过去以及现有的资料，无法完全了解未来最新的技术趋势，还有它生成程式码可能存在错误或不完整性，也需要我们研发者来进行核对和校正。所以啊，这么复杂的程式开发，ChatGPT 是有局限性的，它只能有研发团队和专家一起来做验证和修改，才能达到每间公司想要的功能和性能。最后 AI 没有人性化，无法了解客户研发人员的需求跟它的价值，也缺乏沟通能力，没有办法做到跨部门沟通、客户协调这些互动。总而言之，目前我们可以运用 ChatGPT AI 当成辅助工具，却不能完全取代人类。研发长，你说的很好啊，那希望公司有一天能产出更好的研发结果和创造新里程碑，我就不会为了节省公司的开销和人力成本而想要改聘 AI 机器人哦。老板，高阶 AI 机器人贵33，尤其要运用在高科技产业中的客制化产品，能不能完全替代研发开发人才，还有待未来的研究和观察哦。2一键搞定篇。小李子，你们财务部产出的财务报表速度真的有够慢。我们产出财务报表的作业时间都有依照既定的时程，从来没有延迟过耶。明明公司有导入 ERP 系统，一个按钮按下去就可以产出报表了。每个部门的单据和资料都很多，他们也都需要员工自行输入数据和金额到 ERP 系统，例如业务的模组、采购模组、生产模组、人资模组等等。输入完成后，系统才会将模组资料抛转来财会模组，我们财务部就可以去检核每个模组的资讯串接。若没有错误，不需要再推荐修正，就可以按照流程运算，得到正确的总结报表。看样子 ERP 系统也不算聪明，还要人喂资料进去。老板，你总不能无中生有，叫 ERP 自己运算，产生梦幻的营收数字、漂亮的财报数据吧？那改用 ChatGPT 啊。ChatGPT AI 或许能用过去跟现有的资料做分析，例如台积电财报、东英文论文这些资讯来做分析，但那些资料也要曾经有生出来、做出来过，没有历史资料给他，是要 ChatGPT 分析什么？所以结论是 ERP 系统只能利用 ChatGPT 来辅助优化公司的管理需求，这两个是效能不同的价值工具哦。我是很想要利用 AI 机器人来取代所有员工啦，但我们公司不是标准 SOP 的生产线或服务业，而且因为高阶聪明的 AI 机器人比真人还贵，所以我现在只是想想啦。老板想把员工换成 AI 机器人，说不定未来每间公司也不用真人老板了，因为只要把老板换成 AI 机器人，除了不用再服侍善变小气的人之外，还可以增加管理效率，又不会容易情绪化。机器人老板也可以利用收集来的数据感测，直接做判断和决策。哇哩嘞，可恶的小李子，你竟然幻想用 AI 机器人替代我，休想啦！